第257章神秘的青衣女人。淡漠地望着那破碎开来的白色冰块，黑袍人微微抬头，视线透过黑色斗篷，在死寂的大厅中缓缓扫过。虽然视线被黑色斗篷所隔绝，不过他的目光所向之处，所有的人都是脸色大变的将脖子缩了回去，闪移的目光泛着惊恐，毫无目的移动着，再也不敢停留在黑袍人身上。纳兰嫣然玉手紧紧地握着，俏脸略微有些发白地盯着地毯上逐渐融化的结冰，娇躯轻微地颤抖着。这1个小时前还在大展宏图的墨家大长老，现在却是当着他的面尸骨无存，两种天差地别般的场景，实在是让的人有些难以相信。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纳兰嫣然缓缓地将内心的波动平息下来。不管如何说，经过3年的修行，她已经远非是当年的那青涩少女，俏脸上的苍白逐渐褪去，美眸盯着黑袍人道：不管你是谁，你与云岚宗都是结下了恩怨，墨尘或许并没有资格让的云岚宗与一名斗皇强者起冲突，不过云岚宗的声誉却是值这个代价。今日你当着东南省份众多势力首领以及我们的面斩杀了墨城，若是我云岚宗坐视不管，那些依靠着云岚宗的其他势力恐怕将会感到心寒。黑袍下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竟然能够无视他气势压迫的纳兰嫣然，半晌后微微摇着头，低声道：我与你们云岚宗迟早都是对立，即使今日不杀墨城，日后我也会上云岚宗，到时恩怨恐怕将会更加剧烈化，所以你这番话对我没用。阁下究竟是谁？听得黑袍人此话，纳兰嫣然柳眉轻蹙，忍不住地喝道：日后你自会知晓。黑袍人淡淡地回了一句，旋即不再理会纳兰嫣然，转过身来，缓缓对着那脸色惨然的墨家子弟行去。鲛人在墨兰2米之外停下脚步，黑袍人的声音淡漠如冰，其中所蕴含的许些未曾消散的杀意，让得墨兰心中有些颤抖的清楚，若是自己等人再迟延，恐怕下次化为冰块的便应该是自己一行人了。大人，人马上便到。声音兀自有些颤抖地回了一句，墨兰脚步哆嗦着后退了2步，这才觉得稍稍心安。5分钟。黑袍人没理会墨兰的退缩，冰含着语气吐出3个字，然后便是犹如木桩一般站立在大厅中，静立不语。听得这3字，墨兰嘴角抽搐了几下，然后赶忙挥手叫来一名墨家子弟，脸色慌张的让他赶紧去催促。宽敞的大厅之中，在那些巨大的台柱之上还挂有象征喜庆的红色字体，然而此时这些喜庆的红色在大厅内的众人看来却是这般让的人苦笑，恐怕等今天一过，刚刚做完喜事的墨家就又该准备丧事了。一道道目光在大厅中扫动着，当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那矗立在大厅中央的黑袍人之后，所有人心间都是狠狠地颤了颤。那将他们压得毫无脾气的墨家大长老，可到了这位更加恐怖存在的手中，却是犹如那一团软泥一般，想如何捏便如何捏，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这种强者显然已经不是他们这种层次可以接触的，此时的他们只能在心中暗暗地猜测着，这墨城究竟是踩了多少狗屎，方才耐够把这种站在帝国巅峰层次的强者给吸引过来，并且被之斩杀。大厅之中人头耸动，可却是鸦雀无声，诡异的场景让得大厅内弥漫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站立在原地，黑袍人脑袋微微扭动着，眼角余光透过黑色斗篷，最后扫向那站在顶梁之上的一个模糊黑影上，冲着他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一切顺利。海波东站在横梁上，察觉到下方黑袍人隐晦的目光，他迟疑了一下，也是点了点头。不过在点头时，那黑袍下的苍老脸庞却是情有几分茫然的疑惑，因为在先前的时候，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下方的大厅中隐匿着一股极为隐晦的气息，然而这种感觉只是极为模糊的感应，模糊的程度甚至让的海波东自己都是有些拿捏不准，并未发现黑袍下海波东的疑惑表情。就在黑袍人静静地数着分秒时间之时，那手指上的漆黑戒指却是忽然轻颤了颤。戒指的轻微颤抖虽然细微，不过却并未逃过黑袍人的察觉，当下在心中愕然的轻声询问道：
老师，怎么了？小心点，不知道为何，我似乎隐隐感觉到一股有些熟悉的味道。药老苍老的声音带着许些凝重与疑惑，在萧炎心中响起。什么意思啊？闻言，萧炎微微一愣，错愕的道：熟悉的味道。在你先前借用我的灵魂力量爆发的那一刹，那股原本隐匿的极为完美的味道方才有些波动，不然的话，恐怕连我也不能察觉。药老沉声道，而且这股味道让得我有些熟悉，说不得曾经和以前的我接触过。听得药老此话，萧炎心头猛地一震，黑袍下的脸庞涌现许些震惊。以前的药老实力究竟如何，萧炎并不太清楚，不过他至少能够确定，当年的药老一定是斗气大陆金字塔巅峰的强者便是，而能够与当年的药老相接触，其实力恐怕也绝对不容小觑。我当年很少接触加玛帝国的强者，所以我想，这位还不知道底细的家伙，应该是属于游走在斗气大陆上的强者。不过不知道为何，他竟然来到了加玛帝国，并且潜伏在这墨家，究竟是所谓何事？药老沉吟道：他实力如何？萧炎紧皱着眉头，心中问着最重要的问题。我不太清楚，现在连我也只是模糊的感应，连他究竟是谁都尚还分辨不出。药老也是略微有些头疼的道：不管如何，小心点，等青灵出现后，带着他赶紧离开这里。微微点了点头，萧炎脸庞浮现许些凝重，眼角余光借助着黑袍的遮掩，隐晦的那人头满布的大厅中扫过，然而却是没有丝毫所获。当下心中的警惕逐渐的提升了起来。5分钟时间迅速度过，在最后时刻，脸色慌张的墨兰望着那出现在视线尽头的人影后，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几道人影迅速从门外奔跑而进，在3名墨家子弟背上，身着青色衣衫的小女孩正睁着惊慌的水灵眼睛，胆怯地打量着这陌生的环境。大厅内所有的目光盯着那楚楚可怜的青衣小女孩，心中略微有些愕然。他们没想到，那让的一名斗皇强者大动干戈的原因，竟然便是因为这么一个模样颇为俏美的小女孩。望着那虽然有些憔悴，可却并无大碍的青灵，萧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袖袍下紧握的拳头微微松了许多。大人，这便是大长老从石墨城抓回来的小女孩，这段时间我们并未伤害她。小心翼翼地将青灵抱下来，然后忐忑地走向萧炎。墨兰苦笑道。此时的青灵并未认出萧炎，因此见到墨兰将他抱向黑袍人，小脸上顿时浮现几抹焦急，挣扎了一番，可却是丝毫没有撼动墨兰的手掌。望着那被递过来的青灵，萧炎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伸出手来想要将青灵接过。平静的大厅中变故骤生，轰！在萧炎手掌伸出之时，一道清脆的声音猛地自其身边响起，旋即坚硬的地板猛然爆裂开来，无数宽大的绿色树干从地底之中冒腾而起，然后闪电般的互相缠绕，眨眼时间便是形成了一个木头囚牢，将萧炎严实的封锁其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大厅内包括纳兰嫣然等人都是愣了一愣，他们没想到竟然会有人主动攻击这位斗皇强者。在众人愣神的瞬间，人头耸动的大厅内，一道原本犹如下人一般矗立在某处台柱下的淡青色人影猛地暴掠而出。青色人影速度快得恐怖，眨眼间便是闪掠到了脸庞惊骇的墨兰身前，双臂一探一伸间，那青灵便是被捞进了其怀中。想走？青色人影一把抓住青灵，脚尖在地面上一弹，便是想要急速离开此地。然而那木头囚牢之中，森白火焰汹涌而出，转瞬间便是将之焚烧干净。一声低喝，蕴含着凶猛劲气的脚掌狠狠地踢向青色人影脑袋。察觉到萧炎攻势的凶猛，青色人影手掌一挥，地面上一道巨大的木桩突兀地冒腾而起，在木屑飞射间将萧炎的攻击抵御而下。阻拦下萧炎，青色人影身体在半空诡异一扭，便是对着大厅之外爆射而去。海老，拦住他！嘿，果然有人！在青色人影即将出门之刻，大门处寒气骤生，转瞬间
便是凝聚成一块厚实的冰盾，刚好将大门堵得严严实实。脚尖在冰盾上轻点，青色人影有些无奈地倒身而退，身躯矫健地跃上了一处台柱之顶，目光瞟向横梁上方的海波东，娇声笑道：“哥哥，2名斗皇强者，没想到这加玛帝国还真是卧虎藏龙啊！不过我对这小女孩很感兴趣，可不会随便松手哦。”大厅中，萧炎闪电般地掠上另外一处台柱之顶，冷冷地望着那遮掩了容貌的青衣女人，双掌间森白的火焰急速升腾着。宽敞的大厅，三股磅礴气势暴涌而起，大厅之内的所有人抬头望着台柱上的3人，皆是满脸呆滞。